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航讲历史。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的主题是鄂西会战。鄂西会战发生于1943年5月至6月，是日军为打通长江上游航线，控制洞庭湖产粮区，并摧破陪都重庆门户而向湖北西部国民革命军第6战区守军进攻的战役。1943年2月中下旬，刚刚就任日军第11军司令官的横山勇中将调集重兵，围歼了汉水与长江之间的湖岔三角地带自成体系，对第6战区不听调不听宣帝的国民革命军第128师师长、汉缅游击区中将指挥官王敬哉部打通了汉水与长江汉口至岳阳的航运通道，日军称之为江北歼灭作战。日军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武之回忆：我自昭和17年按1942年末到汉口上任以后，耳闻目睹了军内状况，感到总的来说是对敌人估计过高，士气不振。我想这可能是第2次长沙作战按中方称第3次长沙会战所带来的痛苦体验造成的，因此要充分集结战力，采取用牛刀杀鸡的方式，使部队体验一下必胜的作战实践，以此来振奋目前业已消沉下去的士气。日军为安定日军第11军的占领区，并确保宜昌下游的长江水上交通路线，使得停泊在宜昌附近虏获的内河航运轮船53艘，空船总排水量约16000吨，能顺江而下为其所用。策划了此次作战，大本营强调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不愿在中国战场继续扩张，但为有效利用暂时滞留在宜昌的这些大批闲置船舶而同意了此次作战。此时有情报称中国军队将向长江布放水雷，第1潜制舰队决定组建航道扫雷队，以确保航路安全。日方称此次作战为江南歼灭战。日军第11军军长横山勇中将从驻南昌、咸宁、阴城、九江等地的第34、第40、第58、第68师团抽调部分兵力，临时配属驻阴山的第3师团、驻鄂西的第39师团、驻沙市的第13师团、驻岳阳的独立混成第17旅团，发动了荆江以南、洞庭湖以北的此次作战。日军计划的作战目标：一、寻机歼灭第6战区主力；二、短时控制宜昌至岳阳的长江水路，将在平山坝地区掠夺的近2万总吨位的各类大型船只约50艘，由宜昌下航，以弥补长江内军运船只的不足。三、从洞庭湖以北的南线安乡开始，然后在长江南岸与丽水之间攻向以西的公安、松滋、暖水街、渔阳关、直城、长阳、都镇湾，直至宜昌上游的平山坝、石牌沿江一带。其整个作战地区的直线长度约为200公里，宽度约为60公里。日军参战序列：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原为驻黑龙江省孙吴县关东军第4军司令官，1943年1月23日上任。参谋长小原江邦雄少将，高级参谋岛贯武至中佐，第3师团师团长驻应山县，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参谋长村冈弘大佐，步兵第6联队联队长中田护一大佐第1、第3大队，步兵第34联队联队长亮赖真勤大佐第1、第2大队，步兵第68联队联队长桥本雄吾大佐第1、第2大队，骑兵第3联队联队长宫崎次彦大佐，野炮兵第3联队联队长村川武寿大佐，工兵第3联队联队长沼崎公平中佐，辎重兵第3联队联队长山本佑一中佐，独立步兵第62大队大队长铃木文夫中佐原属第68师团，独立步兵第64大队大队长松山圭助中佐原属68师团，独立山炮兵第51大队大队长坂田敏则中佐，独立山炮兵第52大队大队长内藤23男中佐，工兵1个中队原属58师团，辎重兵1个中队原属58师团。第13师团驻沙市，师团长赤鹿里中将，参谋长伊志川雍志大佐，步兵第65联队联队长樱井德太郎大佐3个大队，步兵第104联队联队长海福三千雄大佐第1、第2大队，步兵第116联队联队长新井花之助大佐第2、第3大队。师团骑兵队：山炮兵第19联队联队长林作二大佐，工兵第13联队联队长野村武真中佐，辎重兵第13联队联队长田原清雄中佐。第39师团驻当阳县，师团长成田赖四郎中将，参谋长前海喜久雄大佐，步兵第232联队联队长滨田宏大佐，步兵第233联队联队长吉武安正大佐，工兵第39联队联队长吉田利行中佐，独立混成第17旅团驻岳阳，旅团长高品彪少将，参谋小河茂中佐，独立步兵第87大队大队长前沼吉太郎中佐，
独立步兵第88大队大队长小野四十中佐，独立步兵第89大队大队长森末治大佐，独立步兵第90大队大队长船尾方志中佐，独立步兵第91大队大队长加村义正大佐，旅团炮兵队、旅团工兵队、旅团通讯队，步兵第51旅团，旅团长野井三彦少将属第58师团，独立步兵第94大队大队长前崎正雄中佐，独立步兵第96大队大队长西岛刚中佐属步兵第52旅团，独立步兵第108大队大队长木村行雄中佐属步兵第52旅团，第39步兵团团长野地嘉平少将属第39师团，步兵第231联队欠第2、第3大队联队长为浦营次郎大佐，辖第1大队，步兵第217联队欠第2、第3大队联队长长野荣二大佐属第34师团，辖第1大队，步兵第218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野口重义少佐，山炮兵大队大队长江田光雄少佐，步兵第236联队欠第1、第3大队联队长小柴俊男大佐属第40师团，辖第2大队，步兵第234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坂田英少佐，独立山炮第2连2大队大队长吉冈真三少佐，工兵第40联队联队长武石兰庄七中佐，步兵第234联队欠第3大队联队长户田义志大佐属第40师团，辖第1、第2大队，工兵1个中队，步兵第218联队欠第1、第2大队联队长真谷一郎大佐属第34师团，辖第3大队，步兵216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由木茂少佐，工兵1个中队，军直辖部队，独立步兵第63大队大队长井村大佐属第68师团，独立步兵第115大队大队长桥本孝一中佐属第68师团，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联队长佐藤平秋中佐，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联队长东真六大佐，飞行44战队战队长负责丈夫中佐，第一潜制舰队司令远藤喜一海军中将。日军先以约3个师团近5万人兵力攻击第26集团军2个军的4万人，而后以约6万人攻击第10集团军2个军，最后再以7万人攻击长江上游将防军2个军，将早已掳掠到的船只沿江运到汉口。第一阶段从4月9日到15日，第3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7旅团以户田支队第40师团一部为中心，从石首、华容南下到洞庭湖北岸占领三仙湖。1943年5月9日至5月12日，日军在湖南省南线制造了场教惨案。第二阶段从5月5日开始，以第13师团、第58师团各一部，在之江以南的西岐、暖水街附近围歼第87军第55、第43、新编第22师主力。日军第13师团于5月12日夜，从江南守军空隙的沙市等处偷渡长江，于5月13日清晨从西北面攻击驻防公安县的国军第87军。同时，已占领安乡地区的日军第3师团等部也西进向东南方攻击第87军，两路日军形成前行攻势。第3阶段从5月18日开始，日军进抵西陵峡，国军由于各县友军挫败，日军逐渐逼近石牌。西陵峡的石牌要塞是扼守长江三峡的要地，如果被日军攻破，将威胁到中国军队在巴东后方的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甚至突破了通往重庆的障壁。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命令长江上游防卫军第18军第11师死守，并配属炮兵、工兵、通讯兵等特种兵分队。这场交战后半段，投入了来自梁平机场的空军美国第14航空队的支援。中国军队在日军警备薄弱的后方进行了反击作战。日军第13师团留守部队一部、步兵1个大队和山炮1个中队，在第13步兵团长多田保少将的指挥下前往迎击，在金门北方的紫林铺附近被击败。中国军队虏获1门山炮。第11师处于孤军奋战境地，浴血苦战，从5月26日起，一直到打到5月31日。这段期间，国军第11师独自面对日军第68步兵联队与第231步兵联队的进攻，甚至5月30日，因为将防军司令部与第18军军部后撤，大朱家坪与小朱家坪阵地被敌军突破，陷入险境。5月28日，渡过清江的日军已逼近国军守卫石牌要塞的第1道防线南陵坡阵地。国军的陈诚决定在清江沿岸和石牌要塞一线与敌决战，决战日期预定在31日至6月1日之间。另一方面，日军第13师团主力渡过清江后，受到国军第121师的阻击，不得不冒险翻越长阳中部的天柱山，
途中马匹辎重损失甚多。国军第5师在天柱山要道设伏，击毙日军数百人后撤退。日军主要损失在进攻石牌要塞和会战结束回转驻地时。5月29日，日军结束了进攻作战。5月30日，第13师团在付出重大伤亡后，突破石牌附近的战略要地木桥西，进攻太史桥。国军第5师主力利用太史桥的险要地势设伏。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国军以密集的火力向日军猛烈射击，接着进行白刃战。国军凭借地势险要，连续击退日军10多次进攻。日军第13师团主力受阻于太史桥、木桥西一带，为后来石牌包围战奠定胜机。国军增援抵达后，日军后卫部队旋即被包围，国军主力经过战斗后成功解救被围部队。日军士满山谷，乃于5月31日夜间夜尾而退。日军独立17旅团、第13师团第104联队、日军长野部队、日军第34师团第217联队第1大队与第218步兵联队第1大队，并配属义山炮兵大队，约2000多人，被国军第18师围困于牵牛岭5等，均遭国军重创。其中长野部队还在5月26日时电告做好焚烧军旗全体玉碎的准备，在其他日军单位救援下才幸免于难。然被围困的2000多名日军绝大多数遭击毙击伤，其中第217步兵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广濑一福被击毙，第218步兵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长野口重义重伤。国军包括第18军在内的3个精锐野战军基本完好无损，因此石牌战役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宜昌附近的船只53艘，约16000吨。汉口第2定泊场司令官李建金2大佐的指挥下，于5月27日离开宜昌前往汉口。从这一天开始，盟军飞机出动活跃，对日军的伤害开始显现。第1潜直舰队扫雷队处置了约60枚水雷，日军未能达到重创第6战区野战军的目的，没有打通从长江进攻重庆必经的石牌要塞，使得日军在战役后反而更显被动。国军声称造成日军死伤约25718人，击毁日机45架，击沉、击伤日军舟艇122艘，汽车75台，马1384匹，仓库无所。国军23550人阵亡，18295人负伤，7270人失踪。日军声称，中国军队阵亡30766人，俘虏4279人，攻势炮3门，野战炮类，山炮8门，速射炮9门，迫击炮48门，飞机13架。日军阵亡771人，受伤2746人，其中157人因空袭阵亡，238人因空袭受伤。截至6月10日，436然日军伤亡明显严重低报。因日军仅长野部队、日军第34师团第217联队第1大队与第218步兵联队第1大队，并配属义山炮兵大队，约2000多人就在牵牛岭被国军第18师围攻，几乎遭到全歼。长野部队还在5月26日时电告做好焚烧军旗全体玉碎的准备，在其他日军单位救援下，其残部才幸免于难。然被国军第18师包围之2000多名长野部队日军官兵，绝大多数遭击毙或击伤。其中第217步兵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广濑一福被击毙，第218步兵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长野口重义重伤。仅此一战斗，日军便遭遇如此惨重打击，足见日军实际伤亡远高于其所声称的阵亡771人，受伤2746人。记得关注再走哦。